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Galaxy A52 5G， 领着三星近年规格最有诚意的 A 系列光环，在推出后正面评价是可见的。而作为 A52 5G 的后继机种， Galaxy A52s 5G 除了一样搭载同机中有亮点的规格，包含 120Hz Super AMOLED 全萤幕，这个价贵带少见的双喇叭， IP67 防尘防水，主镜头更有 OIS 光学防手震，可以说是三星对中阶定位机种的有感升级。在 A52s 5G 上，更重要的是采用了近期讨论度很高的一颗处理器 Snapdragon 778G， 性能表现有感提升。究竟实际表现如何？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到外观，这次 Galaxy A52s 5G 在外观设计上保留了跟上代一致的设计 ID， 选色有4款，分别是黑、紫、白以及这次新增的绿色。整体设计采用相对简约清新的纯色雾面设计，视觉上更加活泼，同时也不容易在机身留下指纹。重点是 A52s 5G 也支援了同级中比较少见的 IP67 防尘防水。当然，邦尼也讲过很多次，支援防水更重要的是提供无忧使用，避免下雨或是突然掉进水坑的使用情境。机身配置上，按键集中在右侧，底部有 Type-C 以及越来越少的 3.5mm 耳机接口，卡槽在机身顶部，采用双 SIM 或是单 SIM 加 microSD 的设计。随附配件部分 ，A52s 5G 提供了包含透明保护壳、出厂时贴好的保护贴，以及支援15瓦神电快充的充电组。不过 A52s 5G 其实最高支援25瓦超快速充电，需要的朋友可以额外加购。邦尼稍后也会提供快充实测。接着看到这次最重要的部分，效能。邦尼手上的 Galaxy A52s 5G 搭载 Snapdragon 778G SoC， 搭配 8GB RAM 以及 256GB 储存空间。此外，这次也支援了 RAM Plus， 可以提供额外 4GB 的虚拟记忆体。不过重点是，大家会对 778G 这么期待，就是因为 778G 采用了6奈米的制程，搭配上更强势的核心架构，在 CPU 性能上甚至稍微超越了先前推出的 Snapdragon 855这颗旗舰定位的处理器。邦尼也不多说，直接用性能测试带大家来看。首先看到 Geekbench 5的跑分测试，可以看到上一代 A52 5G 采用的 Snapdragon 750G 单核性能大约落在640左右，多核则是1896分。而这次的 778G 在单核中则是拿下了771分，单核提升了20%的性能，多核就完全不是一个级距，提升巨大，来到了2916分，相较起上一代提升了53%。就是这个提升幅度，让 Snapdragon 778G 的 CPU 整体表现超越了 S855， 更有着7%到10%的分数提升。而在 GPU 部分，邦尼实测 3D Mark Wildlife， 相较起上一代用的 S750G A52s 5G 的跑分几乎是翻倍成长，甚至达到了 S855 80%的效能表现，跟上一代 S750G 相比，这是4个字，真的有感提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用上 S778G 大家会期待的原因。不过 Snapdragon 778G 作为新世代的处理器，在影像处理及 AI 性能上，相较起当年的 S855， 毕竟不是同一个世代的产品，整体来说会更优势。在 AI Tutu 的测试中，也有 2.4 倍的分数提升。最后邦尼也不废话，直接进入游戏实测。首先是 PUBG M， 目前在 HDR 下最高支援40 FPS， 在连续晚30分后 ，A52s 5G 平均帧数落在了39.8 FPS， 也就是 HDR 超高帧率，顺跑满没问题，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波动非常稳定，温度表现也非常稳定，最高达到正面 32.8 度，背面 33.3 度，温控在 PUBG M 中没有压力。接着是效能测试软体原神，在超高画质连续晚30分后 ，A52s 5G 平均帧数落在 41.3 FPS， 帧数在40帧左右起伏，25分钟之后则是在30帧左右起伏。温度上高一点，最高达到正面 38.7 度，背面 39.6 度。以跑原神来说，这个温度算是正常。重点是大家别忘了，这是一支 A 系列的机种，中阶终于可以碰到原神了。而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压力测试中，表现非常稳定 ，A52s 5G 拿下了 99.6%， 表现稳稳的。温度则是正面 32.2 度，背面32度。整体来说，邦尼非常期待三星未来可以持续强化 A 系列机种的效能表现。
这次 Snapdragon 778带来的效能提升，真的必须给个肯定。最后完整跑分结果，欢迎参考以下表格。而在续航上 ，A52S5G 搭载4500毫安时电池，在续航测试中，60Hz 拿下了10小时56分，120Hz 则是达到8小时53分。日常使用，邦尼建议可以维持开启120Hz 的设定，1天1充没问题。不过如果是重度使用者，就建议斟酌切换。顺带一提，在邦尼的实测中 ，A52S5G 的续航表现事实上比 A525G 再好上一些，并没有因为性能提升造成续航下降。需要注意的是，邦尼正式采用了新版测试标准，不能跟过去结果进行对比。而在充电测试上 ，A52S5G 最高支援25瓦快充，不过盒装内随附的是15瓦充电组。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30分就能充满33%，1小时充满65%，完全充满则是1小时40分。如果是采用额外的25瓦充电器实测，30分可以充满55%，1小时97%，完整充满只要1小时又6分钟，速度还是非常快。声纹安全辨识，支援白光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以及脸部辨识，以下邦尼也提供实测。此外，在通讯上支援5G 以及中阶机种比较少出现的 WiFi 6。透过邦尼的画面也可以看到 ，A52S5G 的通知列在连接上 WiFi 6路由器后，也会显示 WiFi 6专属的 icon， 也算是这次带来的升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A52S5G 支援 Samsung Pay， 不过因为没有内嵌式安全元件，所以无法支援 Samsung Pay 悠游卡。邦尼认为有点可惜，在意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或是考虑使用悠游付代替。影音娱乐部分 ，Galaxy A52S5G 搭载6.5寸 Full HD Plus Super AMOLED 欧极线全萤幕，采用至中挖孔设计，支援最高120Hz 萤幕更新率。120Hz 在 A52S5G 浏览时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透过邦尼高速摄影画面就能明显看到。120Hz 在滑动时更加流畅，也不会有顿挫感。事实上 120Hz 也不用刻意放慢，相信只要用过就会不想回去。此外，这块萤幕在峰值亮度上最高可达800尼特，在邦尼的实测中，强光下的全白萤幕亮度可以轻松达到700尼特以上，在太阳下不用担心。三星在萤幕上还是比较稳，未来还可以再进化的，可能就是在这个价位带进一步拉高萤幕占比。而在系统中，同样支援深色模式以及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重点是指纹辨识区域同样可以永远显示，不需要盲操作。在系统上 ，Galaxy A52S5G 也支援了三星整套的生态，包含跨装置通话功能，只要手机有来电，在 Galaxy 系列手机、平板上都能接听。搭配上全新推出的 Galaxy Buds 2，你也可以在不同装置间流畅切换。例如，你原本透过耳机在手机上看影片，突然想换到平板上，不需要手动切换，只要在平板上开始播放影片，系统就会把耳机自动切换到平板上。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切换的提示。比较特别的是 ，A52S5G 也支援双声道分享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透过 A52S5G 一次在2个蓝牙设备中播放音乐，跟你的朋友分享。例如，把 Galaxy Buds 2以及 Buds Pro 2个耳机都连上手机，你就可以在下拉选单中的媒体 icon 找到2个耳机，接着都勾选起来后，就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一次在2个耳机上听音乐或看影片。而在外放上，从 A525G 开始就采用了双喇叭设计。这次的 A52S5G 也同样继承下来，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跟过去单喇叭的机型相比，就是肉耳可听。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实测。最后来看相机部分
A52S 5G 搭载4镜头模组，分别是 f2.2 12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A52S 5G 的亮点，采用了 f1.8 6400万画素主镜头，重点是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简单来说，光学防手震就是透过镜组的反方向移动修正，减缓手抖状况，可以更好的减少夜拍时模糊的可能。接着则是2颗战略性镜头 ，f2.4 500万景深镜头以及 f2.4 500万微距。以下帮你也直接提供样张。接着来看夜拍 ，Galaxy A52S 5G 同样支援夜景模式，并且在主镜头、超广角以及自拍都可以使用。我们就直接来看样张吧。比较特别的是 ，A52S 5G 有专业影片功能，可以透过类似峰值对焦的方式进行手动对焦。此外 ，A52S 5G 也支援超稳定动态摄影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超广角镜头裁切进行防手震修正，在奔跑时可以达到比较稳的防手震效果。不过因为是透过超广角拍摄，邦尼建议在白天有阳光、光源充足的环境下使用，才会有最好的拍摄效果。整体来说 ，Galaxy A52S 5G 作为 A52 5G 的小改款，性能提升会是最有感的地方。Snapdragon 778G 有着 S855等级的 CPU 性能表现，80%的 GPU 表现，而在 AI 性能跟影像支援上都是新世代的性能。以同级价位来看，这个效能提升真的是非常有感。同时这次也加入了 WiFi 6支援，重点是 A52S 5G 跟 A52 5G 售价相同，并没有因此涨价。所有的亮点功能，包含双喇叭、IP67 防尘防水、120Hz 萤幕更新率，以及 OIS 主镜头都有保留。邦尼自己认为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Samsung Pay 悠游卡，因为这代的硬体限制无法支援，在意的朋友可能需要使用悠游付或实体悠游卡代替。如果是原本就预计想购买 A52 5G 的朋友，整体而言 A52S 5G 会是更优势均衡的选择。好啦，本期节目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邦尼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